实际我们大概在2009年在北京就已经注册，然后2010年呢在纽约注册了 Atelier Alter 事务所。10年的时候呢，就因为就是中了一些国内的标嘛，然后就回到了中国。在12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Atelier Alter 的名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跟社会、跟时间、跟空间发生关系，是一种改变。我们希望提出原创、崭新的想法，这是我们最初的一个跟我们当时的一个思考的哲学方法就是非常接近。那到了中文这里，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跟时间、空间变化发生关系，所以我们采用了实境这个名字。我们主要是一家以建筑、公共建筑类为主要创作空间的一家事务所。那目前我们主要放的重心是与各样的体验空间、艺术，以及这个文化类相关的一些设计领域。我叫卜肖俊，我来自我是这个我们中国本土的设计师。那我拥有这个美国纽约州注册建筑师，然后浙江省的城市规划专家的身份。那么目前是Atelier Alter 和实境建筑的合伙人。我叫张纪元，我毕业于 Cooper Union 的这个建筑学院，然后呢，我是这个 Harvard GSD 设计学院的这个城市设计、城市规划这块的这个硕士。我之前呢工作过的公司呢有 Atelier Raymond Abraham，跟这个雷蒙亚伯拉罕教授工作过，然后还有 RMJM， 然后09年呢跟这个卜肖俊呢成立了这个实境建筑。我这边是清华到 Harvard， 然后又到了纽约的 SOM， 然后直到我们自己开业。那这中间其实经历了很多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老师，然后世界的大师，甚至同事，这些一系列经历联系起来，就带给我这边的体验。你拥有一种自由的基因或者血液，就是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你有一个知识的框架，我觉得这是。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由工作当中的挑战所带来的。那我想青年建筑师可能最开始都会有这样的冲动，那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些的经历以后呢，那么我们这些原始的冲动可能能够最大范围的去被激发、被鼓励，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老师，然后或者有这样的理论系统来进行支持，那么我们这是我这边感受到的一种受益吧。还有包括我还跟着张科先生工作了3年，那这都是这个中国在我们叫现代建筑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点吧。在 Cooper Union 的学习经历呢，对我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几乎就塑造了我的整体的这个价值观和对建筑的信仰。建筑呢，不仅是一门学科，它不仅是一个技艺，它更重要的，它是这个整个社会文化的参与的一部分。就建筑师，其实你有这个使命感，是需要改变这个世界，或者去影响这个世界，或者去塑造和你同时代的，或者是之后的这个文化环境。所以 Cooper Union 呢，它给了我一个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去理解它。从我们一进入到这个领域里进行竞争或者进入这个行当的时候，就已经站在了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国际化的中心，或者说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核心的领域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感谢就是过去的这些努力或者幸运吧。我们期待呢是创造自己的建筑，然后呢以一个新的方式去解答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是希望以一个比较耐心、比较真诚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作品，就是兼顾着研究和实践2个方面的。对，建筑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是我们的信念精确的来说。所以呢，现在很多时候建筑把项目交给我们，是希望我们真的是以以往的一种顶礼膜拜的方式去挖掘它的内涵。我们建筑师最强的就是把这些信息综合出来，然后提取，至少我们这儿是提取新的语言，然后放大它的文化，放大它的价值，然后让它变成人类文化价值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大量的就是一定是要从现有的这些条件当中抽取新的语言，然后在这个功能下绽放出新的语言的可能性。我们其实这个公司很难去做怀旧的东西，我们一定是多学科的，跟努力的找到最有价值的智慧的文明的智慧，然后把它释放出来。我们会发展出一套新的建筑语言，来跟之前的这个我们叫 pretext， 就之前已有的这个文案去跟它对话。每一个尺度它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就是实际的落地问题是不一样，但是它抽象层面上的问题是一样的。每次我们都要竭力追求它达到艺术的高度，一定的艺术高度，无论是规划还是一个工业设计。然后在那以后，我们就会形成这个 vision。对，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或者区别或者挑战嘛，来自于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语言以及一定深度的系统性。那这个我觉得在于我们克服它的方法在于就是非常高效的在学习。我们会在这个纷繁的信息中沉下心来，真正的思考我们需要什么，这个空间需要什么，需要怎样的空间和时间，需要给人创造怎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过滤系统，然后这个过滤系统呢是具有系统的分析性的，是从建筑本身而来的。这个跨界呢，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大量的工作，可能是我们大概90%的工作都是架设于这个跨界的基础层面上的。那我们从一个项目的跨界就带动了其他项目的跨界。我们最近正在建设的一个跨界的项目呢，就是这个大理的这个变压剧场。然后整个剧目的名字叫幻境2099，然后它是从一个大理的工厂改造成一个大理的剧场。那把工厂的所有的它的生产线，它的所有的这些机械的工业的语言，把它戏剧化，把它城市化，或者说把城市戏剧化。它其实是一个多种媒体跨界融合的共生的产物。我们一直在强调在做的一个理念呢，就是超现实主义的空间。我们还做了很多，比如圣农博物馆，还有很多藏药博物馆等等一系列的项目呢，都是关于跨界的。大约期待故事的速率以及对它新鲜故事的需求，已经变成了完全的崭新的经济面。那新的东西无外乎就是深度和交融，就是你总是要产生新的，那就是这两种可能性。你是深度的，然后或者是你在融合的过程中，你产生了新的增长点。那所以我们也非常怎么说呢？非常乐意拥抱这些不同学科的可能性。那他们会带来他们的智慧。我觉得跨界其实最难的呢，就是形成对话，因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立场，它有它自己对话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有一点是深信的，就是当所有的艺术或者所有的这个艺术形式或者是文学形式，它到最终极的时候，它其实讲的都是时间与空间。一个好的跨界的作品呢，它其实是给所有的人带来启发的。因为我们的作品长期以来都是跨界，或者说跟工业、跟艺术产生新的 idea， 然后我们把它盖出来了，真的做出来了，所以反而越来越激发出新的被信任的这个
就是正在观望中，然后我们也更的业主或者说有这样想法的艺术家，然后也越来越被有这样冲动的机会所关注。对，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很就拥有的独特的一种资源。我们项目里总结出来的或者是形成的。那有一条线路呢，就是这个工业博物馆，从这个阴凉的这个北京的展馆和这个福建的这个阴凉的自然博物馆，以及这个高石的这个石材馆。我们叫亚太前3的这个盛农博物馆，它也是一个工业行业展示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藏药的炮制博物馆。这是我们，然后还有包括珠宝的收藏的博物馆，我们叫工业2.0，或者说博物馆2.0，就它不再是宣讲一个它本身的故事，而在宣讲它背后的精神。就工业博物馆，它从头到尾呢，它其实都不算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功能，这是我们先挖掘出来的一个功能。因为当它这个项目来的时候，它不叫工业博物馆，它也许叫石材展厅或者是什么销售处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们其实把它往工业博物馆的这个方向去引导，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把工业呢，不单是按工业的方向理解，而是Industry Plus， 就工业以外的它的延展面、它的延伸，它如何工业作为这个整个文化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其实是一部分，就是你不能忽略它。也许它没有以一种非常文化的表象呈现，但它有它自己的语言，它有它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当我们把这个工业放到文化的层面，就工业能不能与文化变成一个同义词？就比如说这个福建的自然历史自然博物馆，它其实在它采矿的过程中，它挖掘到了很多化石，然后这些历史的化石它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呢，它不是考古的这个方向来的，它是工业开采的这个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文化的层面。然后我们把这个点捕捉了，然后把它形成一个博物馆，然后它产生了对整个社会的一个影响力。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关于超现实的空间的探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未来海岸的沙滩驿站还有我们在这个国宝乐园的这个济南国宝乐园的这个戏剧性的空间，以及我们的大理的变压剧场，它很多呢都是介于戏剧空间与建筑之间的空间对自己发问，空间与空间冲突，或者空间与空间融合。那所有的这些空间的实验和尝试，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在里边更具有创造性，更具有启发性，然后他的思路被打开，他有更大的勇气去打破以往的形成的既定的所有的空间与思维方式。这与其说是一种教育的项目，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所以对这个整个文化环境的一个新的启发。塞尚他就会说，就是艺术家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眼睛，它不过是一个眼睛而已，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论述。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尝试着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就很多时候我们塑造空间，我们不想给它一个既定的定义，我们希望给一个抽象的场域，每个人你都可以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你自己的历史观、自然观、世界观，你都可以有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新的认知。厦门英良石材历史博物馆，它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硬伤，就我们提出这个晶体的时候，业主是完全的抗拒的，因为他要花大量的钢结构，来去重新搭建，然后要引起原来的设计单位的很多的同意，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我们提出了怎样的一个诉求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博物馆中间的采光本身就不够，你还要再塞一个博物馆进去，而且它要解决私密性，就是整个人流都是，你想一个公开的和私密的办公的总部之间，它怎么能交流呢？
它要进行区隔，那光线就更加不足。光线本来就是一个中庭，那我们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这个光锥不光是一个晶体，而是它真正把自然光引入到地下的同时又把天光折射到四周的3层的办公当中，就是它是在做一个真正的功能上的一个回答。我们的曲靖博物馆，就有一次我在云南，然后有个司机送我到机场，我跟他随便闲聊了一下，问你是哪里的，他说我是曲靖的。我说曲靖，我在那儿有过一个工作。他说对呀，曲靖博物馆啊，我们经常去的呀，我们都特别喜欢。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呀，还挺意外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一个新城的一个项目。那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就是它其实对整个城市是有一个辐射的一个过程。那当时我们最初的理念呢，是期待说，当人站在这个入口，这个2层拔高的这个2层的入口，然后看这个城市的变迁的时候呢，有他自己的一个历史观。我们做这些博物馆，然后很多人去策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微博上我们又去了谁谁谁设计的博物馆，然后我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拍出了照片，然后打了卡，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令人激动的。就是你觉得你在跟这个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它不是一个抽象的金钱关系，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的这个思想关系、思考关系，而是真真正正的落实在了物质、空间、场景，然后他们的体验，然后影响到了很多人。建筑师最幸福的一个时刻吧。我觉得获得这么多奖呢，其实每一个奖项呢，它都给我们一个机会去重新的总结这个项目，因为我们会反思自己，我们的建筑真正的是关于什么，它最核心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当初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做了2个非常好的建筑，至今还在发光发热，一个是曲靖的博物馆，一个是阴凉的石材展厅。曲靖的博物馆在今年的2月份依然被评为过去10年里全世界最好的博物馆之一，然后参加了一个就是被一个博物馆专辑收录了，是跟这些最伟大的建筑师同专辑的斯蒂文浩然后这些伟大的博物馆的作品在一起。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宣传，很遗憾，就是人这样的一种种族，这样一种生物，就是天生认知就是跟所有的社会影响力紧紧的搅和在一起。所以那么这么好的建筑，我们受了这么长的时间教育，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建筑，但是不被社会认可，或者是说并没有激起很大的波澜，我们认为这是很遗憾的。我们去年1年拿了72个奖，因为我们所做的东西已经被认可了。那这时候甲方业主，然后或者评委都认识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纯粹，反而是一个否定的过程。就是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还是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想我们北京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也挺好的，就是它也不是特别激动人心的这种在参与到经济的进程当中，反而就是更多的可以在人文的环节当中予以更多的关照。我们想用这些 secondary 的分析呢，去转化到建筑与空间当中，然后形成一种新的建筑空间。那种空间呢是非常中国的，非常忠实于中国文化的。然后这种空间呢，又可以被这个西方的世界呢所理解和认同，形成一个对话，这是我们觉得最迫在眉睫的。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在这个技术的浪潮当中使用并且享受，但是作为设计师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不足，就是我们觉得完全不够用。就怎么说呢？就离我们期待的真的还是太远了。更多的呢，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 critical 的角度，比较批判性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信息时代它所带来的和它破坏的。比如说信息时代会让我们忘记书写，失去记忆，失去诗意。那这些呢，就是建筑要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它想办法给捡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门槛，就是很快，如果 AI 或者更加完善的计算力和
系统语言产生的话，这些 BIM 都应该是自动化的。我们把我们的设计模型进来以后，投进去以后，它应该翻译成图纸，而不是一个，你知道吗？要花1平米几块钱进行转译、扒模型、做碰撞，这都不应该出现。就是我们还觉得这个时代来得太慢了。我们其实能够看到未来是什么样的。最后设计师就是设计师，你就是创造者，人就是人。那么 AI 应该做它 AI 做的事儿，对吧？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分化升级。未来的发展呢，我们会更往过去钻，但是同时以一个更新的一个局面打开未来。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展馆啊、剧场啊，都是关于未来的空间，也就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未来的空间啊。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研究呢，是关于这个从1维到10维的时空的概念，然后如何从1维到10维的时空概念转移到建筑。人在这样子一个未来的空间中是如何生存的，然后他如何想起他的过去，或者过去怎样影响到他的将来。我们的基因在不断的在自由的释放，就是我们所欣赏的、开放的、创造的、原创的以及神圣的精神的。我觉得这些可能会交融的产生很多新鲜的作品，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不要放弃对自己的一个相信，对建筑的信念，就永远在追寻他自己是谁，在建筑中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对，我觉得首先就是知道好坏，就是知道什么是好建筑，什么是好的想法，然后善于学习，有冲动去学习、吸收，因为这是年轻人最大的资本。它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那反过来讲，这个事务所是大家在一起工作的，像一个很好的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都很好玩，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但是这个事务所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这是要出作品，所以你要有对自己的作品负责的这种，然后学习。对，我们的事务所呢，很大程度上就像在上一个研究生院，或者是在上一个学，在 studio 里的感觉，就是你其实不停的你在做的呢，是对建筑上的追求，你的对建筑的热爱在支撑着你的工作。然后在这里呢，其实没有人是你的老板，你是为你自己的将来，对，为你自己的荣誉而工作。